根据媒体于4月15号的报道，有知情相关人士向媒体透露，目前中国棉花行业正在预备启动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就是中国自己的棉花标准。之所以要推进这个计划，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为世界棉花产业制定标准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与那些宣传中国谣言的西方国家站边。BCI 组织是一个于2009年启动的组织，制定了相关棉花的各类标准，要求组织会员必须使用由 BCI 组织认定合格的棉花，才能使用 BCI 的标志。而 BCI 组织在全球拥有的会员数量超过2000，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品牌都是 BCI 组织的会员。然后在去年10月左右， BCI 组织发布通稿，搬出西方那一套所谓人权的谎言，认为新疆地区的人权不符合组织的行为标准，因此要吊销或拒绝新疆棉花获得 BCI 组织的棉花许可证。这完全受了打压中国而刻意制造的污蔑。但在 BCI 组织发表声明以后，一系列西方知名品牌就纷纷行动了起来，搞起了抵制新疆棉花和纺织厂那一套。这件事在中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些品牌吃着中国饭摔中国碗行为简直令人不齿。而中国也终于在最近公布了应对这些针对行为的措施。据透露，这项计划启动中国自己的棉花标准计划，被称为未来棉花计划。未来棉花计划的协调员称，现在已经是时候来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标准，计划实际已经在推行。据报告称，早在2年前，这项计划就已经在立项准备，而今年1月份时，计划取得了较大进展。而这段时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攻坚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项计划的进展，因为中国人已经认清了，想要摆脱由瑞士制定棉花标准带给中国的阴影，就需要中国自己来制定标准。而各项准备工作实际上在计划启动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中，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保证计划能够顺利推行。那么中国制定的棉花标准在未来会是怎么运作的呢？未来棉花的协调员表示，在招募国外品牌之前，他们会优先考虑中国的品牌，且由于中国的科技发展还将用到二维码，所有棉质服装商都会贴上二维码，可以通过二维码直接知道整条供应链。这一次由中国来制定标准，既然西方刻意设立条条框框来为难中国，那中国就直接跳出那些条条框框，自己来书写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标准。4月15号是我国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因此这段时间央视新闻播放了不少有关的报道。而国家安全可谓是人人有责。像此前央视报道，我国江苏盐城渔民打捞出境外间谍潜航装置，并将其上交给相关部门的事件，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好榜样。但另一方面，境外反华组织为了窃取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机密，常利用各种手段渗透到我们身边，接近相关人员，采用诱惑或者威胁的手段讨要机密文件，而却有一些人经受不住诱惑或者威胁，选择将我军重要机密泄露出去，给我国的国防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当时我军的刘连坤与刘广志2位少将将解放军数十万大军部署泄露出去，导致我军部署完全暴露，而这2位叛徒在之后被因叛国罪被枪毙。尽管有这样血的教训在前，但直到今天，境外反华势力策动我国军工人员泄密的问题依旧值得关注。在此前央视制造的国家安全日专题报道中，就公开了我国军工专家因泄密而被捕的画面。在报道的画面中，郑州市安全局人员收到线索后，紧跟着一辆面包车，待车上一名人员下车后，紧接着将其逮捕。通过对话，我们得知被捕人员名叫张建革，其涉嫌泄露我军尖端武器信息，因此遭到逮捕。那么这个张建革到底是谁？他究竟泄露了什么重要信息？实际上在去年4月份，环球时报就报道过张建革泄密的事迹。其后根据网友搜集的信息，张建革是我国电磁领域的专家，并且在军工单位工作，研究的领域疑似涉及我国的舰载电磁炮相关信息。提起电磁炮技术，我国一直是该领域的佼佼者，并且此前就有曝光，我国在一艘军舰上测试了舰载版电磁炮。测试的军舰是属于南海舰队的海洋3号坦克登陆舰，因其舷号为936，因此也被称之为936舰。936舰也成为我国电磁炮舰的代名词，而936舰无疑代表着我国电磁炮领域的成就。当时就连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然而在2018年，936舰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到如今已经3年没动静。与此同时，此前一直在电磁炮研究上遇到瓶颈的美军，这2年却连续突破瓶颈，进行了多次测试。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把我国舰载电磁炮技术泄露给了美国，导致美国获得技术突破，同时因泄露而使得我国舰载电磁炮研究流产。
而在张建革被捕之后，民间对泄密者的猜测自然就转到他的身上了。据获悉，张建革当时是受到境外间谍许以金钱诱惑，而一点一点把机密文件发给境外间谍，最终被我方人员察觉。张建革也因其贪心而付出1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同时，这件事也提醒我们，间谍活动离我们并不远，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兵，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似乎要落下帷幕。没有美国人的存在，阿富汗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有人表示，没有美国人，可能阿富汗会更和平。毕竟，美军以及盟友在阿富汗进行的各种犯罪行为足以触目惊心。然而，与此同时，美国警察在国内持续造成争议性执法，导致民众暴动层出不穷。有人说，美国正在变成下一个阿富汗。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报道，近日一段颇有争议的视频录像在美国公开。视频中，17名警察正在追捕一名男孩，男孩在跑到一个围墙前停了下来，并且按照警方的要求举起手并转过身来。但就在男孩转过身的一瞬间，警察向男孩开枪，最终导致男孩死亡。据获悉，被射杀的这名男孩年仅13岁，当时警察因其携带枪支而遭追捕。当时这名男孩跑到围墙处，已经把枪扔到身后，并且举手投降了，但依旧遭到射杀。从被追捕到被射杀，整个过程不超过18秒，而从男孩举手到警察开枪，也只经历了大约1秒。当然，这件事儿不出意外的在芝加哥引起抗议。与此同时，美国明尼苏达州因警察误杀黑人已经引起了暴乱。如今，芝加哥也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讽刺的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公开批评芝加哥的治安差以及警察不负责任，并称芝加哥是美国之耻，还表示相比之下，阿富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件事儿在美国社会引起讨论，而讨论的重点却并非警察为何要射杀一个已经举手投降的未成年人，而是这名13岁的男孩并不是黑人，而是一个白人，但为何依旧遭到警察的射杀？实际上，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如今美国社会不仅仅是针对黑人、亚裔之类的有色人种有着歧视性问题，针对老人与孩子在内的弱势群体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本最需要保护的少年儿童，却被本应该提供保护的警察暴力相向。在2017年的时候，我国官方发布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就已经指出，美国社会对儿童权利保护缺失，导致美国儿童的贫困率以及虐待老人与儿童事件时有发生。在美国，大约有680万名10到17岁儿童与青少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犯罪活动，而这些儿童青少年又被视为天生的犯罪者，饱受美国社会的歧视。很多人会把如今美国社会的问题看作为片面性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根本，那就是美国社会的真正矛盾在于阶级矛盾，而不是种族之类的单方面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基础服务的缺失，中产阶级普遍在下滑，穷人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才是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美国离变成下一个阿富汗恐怕真的不远。